和赵月雅约好领证被爽约的第7次，我主动斩断和她的所有交集。朋友间的聚会有她就没我，她受邀去参加校庆表演，我就提前起身离开。公司选择和她合作，我立马辞职走人。就连大年30那天，她来我家拜年也借口出门访友，电话拉黑，好友删除，主打的就是断得干干净净。我不联系她，她也见不到我。前面30年，我大半的岁月都在痴迷的爱她，尽心尽力的照顾她，直到第7次领证还是被放鸽子后，才醒悟，这样的日子我不想要继续下去了。就算是孤零零的一个人，也总比日日夜夜守着空荡荡屋子来的安心。我在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等赵月雅，一直等到工作人员下班。刚开始给她打电话，只是说忙让我等等，直到我又等了2个小时，给她打电话时已经是无法接通了。她的电话一直忙音，手中的婚姻登记表也已经被我紧紧地捏成一团。这位先生，我们已经要下班了，你还需要办理结婚手续吗？见我在这里等了1天，工作人员忍不住问了一句：谢谢你，我不办了。走出民政局下班的几名工作人员路过我时窃窃私语：这人我好像见过几次了，每一次都是一个人来结婚的。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有点印象了，应该每次都是在等人，最后都等不来吧。我面无表情，心底却已经千疮万孔，不断的在滴血，羞愧的抬不起头，脚步下意识加快速度。算起来，这已经是我来民政局等赵月雅的第7次了。才刚刚走出民政局，准备打车回去，赵月雅就出现了。她一路小跑过来，气喘吁吁的，脸上带着些许歉意。真是对不起子恒，今天公司临时有事，没来晚吧？我无声的笑了笑。上一次领证结婚，他公司有事；上上次领证结婚，还是公司有事。以前的事情都不说了，这一次他还是用这个借口。已经是懒得揭穿他，只是摇着头说：已经来晚了，工作人员刚刚走。赵月雅听着表现的还有些气愤，她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，然后气势汹汹地指责别人：这些人也真是，每天还都是准时下班，连1分钟都不愿等一下。说着她上前拉住我的手：前面堵车，你看我都是一路跑过来的，真是累死我了。我呆呆地看了他一眼，强忍着鼻尖的酸涩。没有人是傻子，赵月雅是不是跑过来的，我也都猜到了。咬着下唇，我第一次质问他：如果你真是跑过来的，这么远的距离，你为什么连一滴汗水都没有？他的额头上一片清爽，不要说汗水，连一点湿润的痕迹都没有。这句话刚落下，赵月雅就变了脸色，她蹙着眉，眼神隐隐间带着怒气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在骗你了？是故意躲着不和你领证结婚？我明明跑得这么累，你却不相信我。宋子恒，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无情无义的。他倒打一耙的功夫也是厉害，偏偏他这种歇斯底里的怒吼，让我看来就是做贼心虚。揉了揉眉心，我突然间就不想追究下去了，也不想再和他纠缠。赵月雅是不是真的？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说完我就准备离开。好啊，我清楚。那你有本事就别来找我了，别动不动就缠着我，求我和你结婚领证。我倒是要看看你这次能坚持多久。这一次我倔强的没有回头，只是下唇已经被我咬出深深的血印。刚走出2步路，手机上就出现一条短信：宋子恒，是不是又没有领证成功呀？那真是可惜了。不过没关系，等你第8次求月雅去领证哦。我反反复复地看着短信，足足看了3遍。饶是我在迟钝，也知道他是在挑衅我。虽然是猜到赵月雅爽约的原因，但是在收到李一舟的短信，仍旧有种难以言说的窒息感。赵月雅和我算得上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我从小就立志长大后要娶她做妻子。记得刚说出这句话时，我把刚上小学不久，我爸妈和他爸妈都笑得乐开了花，他也都把我当作很亲近的人对待。一直到我们上大学后，他第一次带了其他男同学回家，这个人就是李一舟。他们那种格外的相处模式，让我才知道，或许赵月雅对我的亲近并不是所谓的爱情。于是我慌了。在大学毕业后，我就带着开玩笑的意思，说要和他去领证结婚。虽然双方父母都同意，但还是被赵月雅拒绝了，而且是拒绝得很彻底。往后7、8年的时间里，我断断续续的求他领证几10次了吧，不过他答应我的只有7次，只是这7次最后也都被爽约了。每一次李一舟都会很及时的给我发来挑衅短信，手机这时又震动了一下，我以为还是李一舟本能的想要挂掉，一看备注才发现是朋友的电话，说是今天晚上有个聚会，邀请我参加。我也没想到下意识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朋友，这次聚会赵月雅在不在？那就算了，他在我就不去了，下次吧。朋友念念叨叨的声音突然就顿住了，像是被我这句话给吓到。所有人都知道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在追着赵月雅跑，死皮赖脸的在毕业典礼上给她送花，绞尽脑汁为她挑选合适的工作，死心塌地的给她打扫卫生、洗衣做饭。有一次在朋友生日会上，说她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，这辈子才有我这么好的对她。就像个赖皮狗一样，烦死了，谁在乎？以前我也不在乎，总以为他会为我改变，可现在我在乎了。挂掉电话后，给不少相熟的朋友群发了一条消息：以后聚会有赵月雅在就不用叫我了。做完一切我才打车回了出租屋，洗漱好，开始整理家里所有关于赵月雅的东西。
全部都打包放在了一个行李箱里，就给跑腿的打电话给他送过去。跑腿上门的时候，兄弟正好就闻风赶来，他见着我收拾了一堆东西，脱口而出：子恒，你不会是要离开吧？我笑懵了，把行李箱打开给他看了一眼。说什么呢？这些都是赵月雅的东西，我准备都送回去。兄弟愣了好一会，然后看着跑腿把东西带走后，才难以置信地问我：子恒，你今天不是都说要和赵月雅去领证的，怎么突然就……说到一半，兄弟就停住了。他也知道我被赵月雅爽约的事，很快就猜了出来，顿时眼睛都快冒出火来。是不是赵月雅又放你鸽子了？我说你怎么突然发那种短信？一定是李一舟在背后捣鬼。走，我带你去他说清楚。尽管我努力拒绝，但还是被兄弟拉去了他们今天聚会的场地。刚刚才走到包厢门外，就听见你们响起赵月雅的声音：你们就别在那里起哄了，这么多年，宋子恒说了多少狠话，还不都是离不开我？今天他也就是气在头上，等气消了，就会屁颠屁颠的围着我转。我在门外咬紧了口腔里的那块软肉，已经是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弥漫开来。这么多年我尽心尽力的照顾他，为了他好，没想到在赵月雅的心里就是这么一文不值。兄弟看着我红润的眼眶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正准备推门进去，被我阻止了。事到如今，我连赵月雅一面都不想再见了，拉着兄弟就准备离开。刚走出2步，到了转角处，包厢里的赵月雅和李一舟走了出来。月雅，你喝醉了，别说这么多，要是子恒弟弟听见，可要伤心了。他伤心不就是你想要的？每一次都让我同意和他去领证，又让我到最后关头放他鸽子。小周周，你怎么这么坏？赵月雅的话一说出来，我眼眶蓄满的泪再也憋不住流了下来。原来我就是个小丑，是他们2个人之间游戏被戏弄的一环。也难怪赵月雅第一次答应我领证结婚时，她根本就没有半点兴奋高兴的意思，只是我沉浸在突如其来的喜悦中，根本没注意到她眼底的不屑。李一舟把赵月雅揽在怀里，玩闹地捶打她的胸膛。什么叫我坏？最开始这个主意可是你出的，我那时还不是为了逗你开心才出此下策。2人说着说着就旁若无人地亲吻起来，我整个人像是失了灵魂，麻木地拉着兄弟出了酒店。微凉的夜风一吹，好似让我的心都动了起来。子恒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所以这对狗男女才会想方设法地戏弄你。我不依不饶地闹腾，我淡淡地笑了笑，只是刚一开口，满口的猩红色充斥着浓浓的血腥味。都过去了，以后我和赵月雅再也没有半点关系。好说歹说把兄弟劝回家后，我就回了出租屋。刚到家之前，跑腿就打来电话，说是已经到了指定位置，但是收货人的电话打不通，联系不上。我才想起赵月雅的电话向来都是拒接陌生人的，让跑腿的人等一会挂断电话后，我才联系了赵月雅。她应该是去吧，里面很吵闹，但掩饰不住她现在的得意。这么快就给我打电话了？白天把我一个人摔在路边的勇气去哪里了？如果是以前，我会不要脸的给她道歉，然后哄着她说尽好话。现在就很平淡的说了一句：你的东西我让人放在你家门口了，你回去了记得拿一下。子恒啊，你这是又给我买了什么东西？是不是想要来讨好我？你不是硬气得很，给朋友都发了什么短信，以后有我的饭局你都不参加吗？现在又知道来讨好我了。我没有再说话，直接就挂断了电话。只是挂断前，好像听见他又问了一句：我送的是什么东西？他还要看看喜不喜欢才决定要不要原谅我。我无语的笑了笑，果然是做了这么多年的舔狗，在他眼中连一点尊严都没有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他会有清醒的一天。那天过后，我就再也没和赵月雅有过联系，她的电话和社交平台上的好友我都全部删掉了。期间有几次朋友约去玩一下，我都会提前问起赵月雅会不会出现，到最后大家都默契的只会从我们2人中挑1人聚会。很快时间就来了，校庆的前一天，已经是提前给我打了电话，约我去参加校庆。作为学校的优秀毕业生，我也收到了学校校庆的邀请函，只是没想到这一次校庆赵月雅也出席了。不过也是上学时，她的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，毕业了还给学校提供就业帮助，邀请她出席再正常不过了。和兄弟到学校时已经是人山人海，在学校给的节目单里，我一眼就见到了赵月雅的名字，她的节目是排在第7个。在和兄弟看到第6个时，我就借口直接离开了。在离开礼堂时，就隐隐听见背后有人叫我，不过我没有回头。不一会，手机里传来之前大学辅导员的消息：宋子恒同学怎么走得这么急？叫你好几声都没答应，后面是你女朋友的节目，你不留下来看看？谢谢老师，我临时有事要走了，还有我单身，没有女朋友。给辅导员发了短信后，我都还在忍不住摇头。大学时期太疯狂，所以连辅导员都知道我和赵月雅的事情。可我不知道，辅导员现在就和赵月雅在一起。他也见到我回复的消息。礼堂昏暗的灯光下，他的眼神复杂，神色难辨。离开学校后，我就去了公司。参加校庆时走得太急，连包都忘记在公司了。来到公司时，才发现公司有个项目已经出了合作策划书，
更重要的是，这份合作策划书上的合作伙伴是赵月雅公司的名字，我直接就给老板打电话确认了这事，然后就直接开口申请离职。老板，我因为个人原因准备离职。子恒，你这也太突然了吧？我还说这次项目就由你和对方对接。谢谢老板，不过不用了，我和那家公司处不来。挂掉电话后，我直接就打开电脑，在公司写了一封辞职信。既然公司要和赵月雅合作，避开他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离职。放好辞职信后，我这才离开公司，回到出租屋，突然发现过道的灯是亮着的。我住的这里是2户1梯，隔壁家根本没人住，所以过道灯很少会亮着。走了2步，我才发现赵月雅在步梯间那里抽着烟，应该等了很久，地上布满烟头。还好我很小心，赵月雅没有发现我的踪迹，立马转身就按开电梯门。赵月雅走出来的那一秒，电梯门已经半闭。宋子恒，是你对不对？是你回来了，你就在电梯里面对不对？电梯下楼后，为了不让赵月雅太快跟过来，我把电梯里面所有按键都按了一遍，然后等电梯自由上行，我就去了不远处的酒店，决定应付一晚。就在我刚刚办理好住店手续，转身走上楼梯时，赵月雅急匆匆地跑过来，她喘着粗气，额头上的汗水一滴滴地往下掉，脸上因为剧烈运动显得有些红润。你们这里刚刚有没有人住店？是不是有个叫宋子恒的人住店？你回答我，你快回答我！听到赵月雅的咆哮声，我都下意识地停住上楼梯的步伐，生怕是这家酒店的前台会泄露出我的消息。好在高档酒店的前台基本素养是有的。抱歉先生，这是我们客人的隐私，不方便透露。谁料向来淑女贤德的赵月雅罕见的在外面大吼大叫，完全丢了以往的冷静。别和我说什么隐私，我是他女朋友，我有权利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在这里住店。听到这句话，我没忍住露出讥讽的笑意。女朋友，多么陌生的一个词。先生，那你可以给他打电话询问，如果这位客人真在我们这里住店，那可以告诉我门牌号，我帮您查一下，无误的话您就可以上去了。酒店前台规规矩矩的一番话，让赵月雅直接僵在原地，愣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话。我早就把他的电话拉黑了，连好友都没了，他怎么联系我？后面的话我也没听了，小心翼翼的没发出动静就上楼去了房间。刚刚躺在床上，兄弟就给我打来电话，他兴奋地问我是怎么处理了赵月雅，让他这么着急。你不知道，我接到他电话时，一听就听出他不对劲了，居然还问你有没有和我在一起。这个死渣女就应该给他一点苦头尝尝。子恒，我给你说，这一次你千万不能心软了。我也有些无奈，没想到他还真难缠了，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对我这么上心，联系不上我居然都找上兄弟那里去了。你就放心吧，这次不会了，我也没做什么，就是他守在我那间出租屋外面，被我回去见到了，然后就躲开他跑到酒店睡下了。你可不要告诉他我在哪里。挂掉电话前，我特意给兄弟叮嘱了一声，可我完全没想到赵月雅仍旧不死心，不知道他从哪里找了一个陌生号码给我打电话。刚接通喂了一声，他就噼里啪啦地说了一长串，声音有些急躁，还带着沙哑。子恒，你在哪里？你为什么要躲着我？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得好苦啊？我等了你半天，你为什么连一面都不愿见我？听到他的声音，我一句话也没说，反手就直接挂断。然后在拉黑时，他赶紧又给我发来一条消息，软的不行就来硬的。宋子恒，你敢拉黑我，避着我，信不信以后我再也不找你了？你赶紧把我的电话拉回来，这一次我姑且就原谅你。短信看完也拉黑，不一会微信上又出现一个陌生头像。这一次我学乖了，没有通过直接拉黑举报。做完一切后，这天晚上难得的睡了一个好觉，直到第二天一早，我被电话铃声吵醒，是同事打来的电话。子恒哥，你怎么突然就辞职了？你走之前也不说一声，我们好给你办个欢送会。没事，因为有些私事处理，所以走得比较急。子恒哥，今天一大早就有个人来找你，听说还是公司的合作伙伴，把公司所有人都找遍了，问和你有没有联系。后来一听见你昨天晚上急匆匆的离职了，他连合同都不签，直接就跑了，还说什么只和你签合作合同。一会儿我看老要来找你了。同事刚说完，老板的电话就打来了。我了解赵月雅，这种事情也确实是他做得出来的，为了逼我出现就用老板的合同要挟。只是现在我都离职了，签不签合同与我何干？把电话调成静音，盖着头继续睡觉。等我睡醒时，手机里面就已经是密密麻麻的一堆未接电话和消息，连微信里面也是99条未读。我大概看了一眼，电话短信全都是兄弟和一些朋友来的消息，还有一些是一个陌生号码。短信内容我就猜到又是赵月雅不知道从哪里借来的号码，继续拉黑后才打开微信，上面满屏幕都是密密麻麻的红点。不少朋友都问起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，我也有些无奈，干脆就发了一条朋友圈。本人很好，只是和过去某些事情某些人再无关系。这条朋友圈才发出来，兄弟秒赞，紧接着又给我打了电话抱怨。子恒，你终于睡醒了，你是不知道赵月雅好像是疯了。子恒，你说她是不是疯了？我说了，你不在我这里，
他就是认定了你躲在我家，非要我开门，他要找你，难道我还会大变活人，变一个宋子恒出来给他？我也很无语的笑了，难怪一早这么多朋友都在问我是不是有事。这间酒店的房间我没退，准备等今天再看看情况。按照赵月雅昨天的疯狂，今天她一定还会守在我那间出租屋等我。到了晚上，我请物业保安给我去看了一眼，果然赵月雅就直接守在电梯口，还差点把保安当成我了，一下子把保安抱在怀里。本来我是准备让保安直接把赵月雅撵走，却没想到赵月雅打了一副感情牌。后来保安给我打电话时都在劝我，林先生，你女朋友这次知道错了，你也就原谅她一次吧。你是不知道，那满地的烟头再这样抽下去，怕是要生病了。果然是被保安一语成谶。没过几天，我在兄弟的口中得知赵月雅病了，连续在我那间出租屋守了几个通宵，再加上天气转凉，发烧进了医院。听说就连昏迷了都还在叫我的名字，我忍俊不禁耍了我这么多次，现在给我装什么深情人设？有不少朋友都在旁敲侧击地问我要不要去看看赵月雅，不过都被我拒绝了。我都能想象到赵月雅靠在病床上，让朋友劝我来看她的画面。现在赵月雅住院，正好可以回出租屋了。刚刚办理好退房手续，手机就震动了一下，是李一舟发来的消息。宋子恒，你还真是有点本事啊！你以为用这种以退为进、欲擒故纵的方法就能让月雅喜欢你？现在也就是你突然消失，月雅不适应而已。等着她适应了，你就知道你在她心中永远都不值一提。看到短信，这才想起自己一直忘了拉黑李一舟，也不在意他的冷嘲热讽，转手直接就给拉黑。终于又回到出租屋，刚躺下，我妈就来了电话，估计是从宋父赵母那里听到了赵月雅住院的消息，所以打电话来问我情况。我也没有隐瞒什么，老老实实的说了一句不太清楚。我妈顿时就很诧异，你不是和赵月雅在一起，怎么连她生病的事情都不清楚？什么在一起？我和她都已经很久没见面了，别乱说，我以后可是还要找女朋友的。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，我妈的声音很快就高昂起来，后面我花了不少心思才敷衍下去。赵月雅的心思我知道，不外乎就是让从家里给我施压，和她见面。既然朋友们都劝不了，就从家里开始。果然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妈就又给我打了电话。什么赵月雅病得不轻，她爸妈又忙着工作，没办法过去照顾她，所以这件事情只能委托给你这个从小就照顾她的青梅竹马。妈，你就别瞎操心了，人家赵月雅是有男朋友的，她住院自然是有男朋友照顾，我去就是帮倒忙。好了，我现在还忙，就先挂了。说完也不等我妈回复，就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我以为这件事情就会这么告一段落，没想到赵月雅还真是连所有人都用到了，想方设法的都要我出现在她面前，才给我妈挂断电话。没多久，医院的电话就来了，打电话的是赵月雅的主治医师。一接通就问我是不是赵月雅的家属，我接连否认，而且还说和她不熟。只是电话里赵月雅虚弱的声音不断挣扎着说：子恒，我知道是你，你怎么能说和我不熟？我们马上就是要领证结婚的，你为什么就突然不理我了？因为你，我现在都病成这个样子了，你就不能心疼心疼我吗？现在我要做手术了，你就不能再见见我？万一我死在手术台上……后面是医生护士安慰赵月雅的话，只是一个小手术，还不至于说什么死在手术台上。我没有说话，就一直保持沉默，直到医生接着电话说是需要我作为家属签字时，我一口否决。首先我不是家属，其次她的手术和我没半毛钱关系，最后她有男朋友，你们可以找她的男朋友。这句话好像是被赵月雅听见了，她在那边歇斯底里的嘶吼，不甘心的叫着我的名字。我没有，我的男朋友就是你。前不久我们才准备去领证结婚的，宋子恒，你忘了吗？我当然是没忘，被当作小丑戏耍了7次的事情，怎么可能忘记？直接挂断电话，不想再听他一声声的咆哮。当天晚上，兄弟知道这事后还特地给我打电话，说我厉害，说什么渣男就该得到应有的惩罚，让我可别在最后关头心软了。刚刚和兄弟聊天结束，赵月雅的妈妈就给我打了电话，那头赵母的声音带着几分哭腔。子恒啊，你是不是和月雅闹了什么矛盾？我听说你都好久没和她见面了，而且这一次月雅生病，你都没去看她，连医生的电话你也不接了。听到赵母的声音，我心底忍不住一软。从小到大，赵母对我都很好，上学那会都是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好吃的，就连第一次我被赵月雅戏弄，放我鸽子没能成功领证，这事被赵母知道后，特地赶了过来，狠狠地抽了赵月雅一晚上。赵母抱着我说：子恒，你放心，这辈子我就只认你这个女婿，不然我连他这个女儿都不认了。那时我因为私心没有告诉赵母，赵月雅其实不喜欢我，喜欢的人是叫李一舟，她也是因为李一舟才会放我鸽子。只是这一次，我真的不会心软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次一次的为了赵月雅委屈自己，这一次我不会再继续了。对不起赵姨，赵月雅有她男朋友陪着，不缺我一个，
而且医生说需要家属签字手术，我想我和她没有半点关系，这个字不应该是我签。以后关于赵月雅的事情，你还是找她男朋友比较合适，不然他们误会就不好了。赵姨，我这还有事，就先挂了。说清楚一切后，我就挂了电话。我相信赵母能理会我的意思。果然在那天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人给我打过电话，不是因为赵月雅的事情来联系我。就在年前的半个月，兄弟拉着我去了一场聚会，聚会上朋友谈论起了赵月雅的事情。那一次手术最后还是赵母赶了过来，现在她都还在医院休养身子。一些知道内幕的朋友纷纷朝我看了一眼，他们说起准备去看看赵月雅，给她送点水果，问起我要不要一起。只是现在我无比平静，她再也不能对我掀起一点波澜。算了，你们去吧，我和她不熟，没交集。那天过后我就回了老家，年前的聚会还真不少，许多同学知道我回来后就开始约着见面，一连几天参加了几次同学聚会。就在最后一场同学会，我晚到了半小时，在包厢门外突然就听见有人叫赵月雅的名字。月雅，你和子恒那时一直都形影不离的，又是青梅竹马，怎么现在还没结婚吗？是啊，当初我们都以为你和子恒等到大学毕业就会结婚的。我的手都已经握在门把手上，突然就停了。里面赵月雅沉默半晌，很久就在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快了，快了，马上了。”同学们立马就开始起哄。我转身准备离开，这时门被以前的班长推开了，见了我一脸惊喜：“子恒，你来了，我们正好才说起你。还有这次你的青梅妹妹赵月雅也在哦。”她在就算了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立马回绝班长，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。刚走出酒店，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我躲在街边的小巷子里，赵月雅急匆匆地向前方追了过去，一边追一边还叫唤着我的名字：“子恒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为什么要躲着我？你躲了我3个月了，你为什么不敢出来见我？宋子恒，你出来好不好？”这时恰好有个路过的男人和我穿了同样颜色的衣服，赵月雅看花了眼，一下就冲上去抱住了路人，结果就是脸上挨了一巴掌，还被人围了起来，说是要报警猥亵。人群混乱时，我这才从小巷子里走出来，毫不关心地离开回家。被围着的赵月雅看见我离开的背影，又开始叫我的名字：“子恒，你别走，你等等我。”后面他怎么了我不知道，也没兴趣打听，只是回家后就听见我妈朝我抱怨，说我这一回来天天就是外出聚会，连一顿饭都没在家吃过。我一下就抱住我妈撒娇，说明天一定在家吃饭。第二天看着桌子上多出的一副碗筷，下意识多问了一句：“妈，怎么就多了一副碗筷？”你赵姨说月雅回来了，好久都没见她，让她过来吃顿饭，顺便问问她身体情况。我皱起眉头，随手搭了一点菜就说吃过了，然后出门溜了。刚出了小区，没想到就遇见赵月雅来了，于是我只能躲在小区花园里避开她。没想到遇见赵月雅还有李一舟在争执，李一舟从后面跑上来，一下就拦住赵月雅：“月雅，你为什么不理我了？就因为宋子恒，你别忘了，你戏耍了宋子恒多少次，换作是谁都不可能原谅你的。”闭嘴！这些事情你要是敢说出来，别怪我收拾你。现在你才知道害怕，早干什么去了？哦，忘了，你早的时候趴在我身上，说什么都不愿起来，现在后悔了，想要逐马了。赵月雅，我告诉你，晚了。这些事情宋子恒早就知道了，不然他怎么会突然就消失不见，和你断绝所有关系？说到最后，赵月雅直接抽了李一舟一巴掌，把他打倒在地。李一舟也不甘示弱，上前就抓赵月雅的衣服。我倒是看了一场好戏，最后是小区里的路人才把两人拉开。赵月雅神神叨叨的，嘴上不知道在念叨什么。就算是这样还不愿离开，整理了身上的衣服，提着礼盒就继续去我家。那天过后，我每天都会很谨慎地打听赵月雅的踪迹，但凡她出没的地方，我都会提前避开。就连大年30那天，我在得知赵月雅会提前来拜年，也随意找了借口就离开了。只要不见她，就算大年30那天不在家又怎么样？不过后来听我妈说，那天赵月雅哭得差点断气，一边哭一边说对不起，又说什么后悔了，说以后不会再来打扰我了。嗤笑了一声，让我妈别在意。过完年后，我退掉了出租屋，选择去了其他地方。在上火车那天，我意外地遇见赵姨，有段时间没见了，她脸上憔悴了不少，以前没有这么多的白发，现在也肉眼可见的多了起来。见到我，赵姨也没多说什么，应该是从赵月雅那里知道了我们发生的事情，只是伸出手摸了摸我的额头。是月雅没福气了，子恒你做的都是对的。那瞬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最后就都化为了一句保重身体。至于赵月雅的事情，我没问也不在意了。往后10数年，我和她都再也没有见过面，只是偶然间从兄弟口中得知，她买下了我曾经住过的那间出租屋，然后时不时的会去民政局，一待就是一天。可惜世间永无后悔药。我坐的火车缓缓驶离站台，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，熟悉的城市一点点变小，最终缩成一个模糊的黑点，消失在天际线尽头。车厢里人声嘈杂，有人在打电话，有人在哄哭闹的孩子，有人靠着窗户闭目养神，而我靠在椅背上，看着窗外不断变换的田野与村庄。
心里第一次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。这不是逃离，是新生。30多年的人生，前30年都围着一个叫赵月雅的女人转，她的喜怒哀乐，她的衣食住行，她的工作烦恼，她的随口一句话，都能牵动我全部筋。我像一株攀附在她身上的藤蔓，失去了自己的根，失去了自己的方向，以为只要紧紧缠绕就能换来一丝温情，可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闹剧，一场持续了10几年的愚弄。7次领证，7次爽约，每一次我都在民政局门口从清晨等到黄昏，每一次都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每一次都被现实狠狠打脸。直到第7次，我看着他毫无汗水的额头，听着他倒打一耙的指责，收到李一舟那条挑衅的短信，听见他和李一舟在包厢里肆无忌惮的对话，我才彻底清醒。我不是他的爱人，不是他的青梅竹马，不是他未来的丈夫，我只是他和李一舟之间无聊时的玩物，是他用来证明自己魅力十足的道具，是他随手可以丢弃又随手可以捡回来的备胎。这么多年的付出，这么多年的卑微，这么多年的自我感动，在真相面前碎得一文不值。火车行驶了10几个小时，抵达一座完全陌生的南方城市。这里空气湿润，四季常青，街道干净，节奏缓慢，没有我熟悉的人，没有我熟悉的街道，更没有赵月雅的任何痕迹。我拖着简单的行李箱走出火车站，深吸一口带着草木清香的空气，嘴角不觉得上扬。我在老城区租了一间带小阳台的房子，楼层不高，采光很好，楼下就是菜市场，每天清晨都能听见商贩的吆喝声，烟火气十足。我找了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，朝9晚5，不加班不内卷，下班之后可以去公园散步，去书店看书，去菜市场买新鲜的菜，自己做饭，日子平淡又安稳。没有了赵月雅，我才发现原来生活可以这么简单，这么快乐。我不再需要每天盯着手机等她的消息，不再需要为了她的一句话辗转反侧，不再需要为了迎合她的喜好改变自己，不再需要把所有的工资都花在她身上，不再需要在朋友面前低三下四维护她，不再需要在民政局门口像个傻子一样苦苦等待。我开始健身，开始学习摄影，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好，开始认真经营自己的生活。朋友偶尔会给我打电话，聊一聊老家的事情，每次提到赵月雅，我都只是淡淡一笑，不追问，不评价，不关心。我变了。以前的我眼里心里只有赵月雅，提起她就眼睛发亮，哪怕被她伤害也心甘情愿。现在的我温和沉稳，有主见，有自己的生活节奏，再也不会因为任何人打乱自己的脚步。笑着说，人总是要长大的，总是要学会放下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时间一晃，3年过去，我在这座城市站稳了脚跟，升职加薪，买了一辆代步车，生活越来越好。身边也出现过不错的异性，同事朋友介绍的，温柔善良，懂事，懂得尊重人，懂得珍惜别人的付出，和赵月雅完全是2个世界的人。我没有急着开始新的感情，不是放不下过去，而是经历过那段刻骨铭心的伤害之后，我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，想要什么样的生活。我想要的是双向奔赴的爱情，是彼此珍惜的陪伴，是说到做到的承诺，是不用猜来猜去的安心，而这些赵月雅从来都没有给过我。这3年里，兄弟偶尔会跟我提起赵月雅的消息，都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，我从来没有主动问过，也从来没有放在心上。赵月雅辞掉了原来的工作，整天无所事事，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我以前住的那间出租屋里，不出门，不社交，像变了一个人。李一舟早就和他断了联系，当初那点所谓的感情，不过是互相利用，互相消遣，等到没有了利用价值，咱就散了。李一舟后来结婚了，娶了一个普通的女孩子，日子过得安稳平淡，再也没有联系过赵月雅。每次听到这些，我都毫无波澜。后悔有用吗？当初他一次次爽约，一次次欺骗，一次次和李一舟联手戏弄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后悔？当初他在朋友面前嘲笑我像赖皮狗，嫌弃我烦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后悔？当初他把我的真心踩在脚下，肆意践踏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后悔？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，就是迟来的道歉和毫无意义的后悔。我不恨他了，也不怨他了，只是彻底放下了。恨一个人说明还在意，怨一个人说明还放不下，而我对他只剩下陌生，只剩下无视，只剩下彻底的无关。他的痛苦，他的后悔，他的孤独，都是他自己选的，与我无关。第5年我遇到了林婉，他是我公司合作方的对接人，温柔大方，知性说话轻声细语，做事认真负责，待人真诚友善。第一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，没有架子，没有挑剔，没有无理取闹，沟通起来非常顺畅。后来因为工作原因，我们接触越来越多，慢慢从工作伙伴变成了朋友，又从朋友变成了恋人。林婉知道我过去的事情，我没有隐瞒，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她。她没有嫌弃，没有嘲笑，只是轻轻握住我的手，温柔地说：“都过去了，以后有我。”那一刻，我心里积压多年的委屈和伤痛瞬间烟消云散。原来被人理解，被人珍惜，被人放在心上，是这样的感觉。和林婉在一起的日子轻松、快乐、安心。他会记得我的喜好，会在我加班的时候给我送热乎的饭菜，会在我生病的时候细心照顾我，会在我难过的时候默默陪伴我，会说到做到，不会让我等待，不会让我猜测，不会让我受委屈。我们一起散步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做饭，一起旅行，一起规划未来，没有猜忌，没有欺骗，没有玩弄，只有彼此的信任和珍惜。我终于明白，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卑微，讨好不是一个人的自我感动，不是一个人的苦苦支撑，而是2个人的双向奔赴，2个人的共同经营，2个人的互相包容。第6年，我向林婉求婚了。
没有盛大的排场，没有华丽的戒指，只有一颗真诚的心和一句简单的话。林婉，往后余生，我想和你一起过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林婉眼含热泪，用力点头。我愿意。这么多年只担心我走不出过去的阴影，担心我一辈子不结婚，现在终于放下心来。挂了电话，我站在阳台上，看着万家灯火，心里满是温暖。我终于摆脱了过去的阴霾，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我们没有选在老家领证，而是在我现在生活的这座城市的民政局。领证那天天气很好，阳光明媚，微风和煦。我和林婉手牵着手走进婚姻登记处，没有等待，没有爽约，没有欺骗，一切都顺顺利利。工作人员笑着递给我们结婚证，祝福我们百年好合。我拿着红彤彤的结婚证，看着身边笑得一脸幸福的林婉，眼眶微微湿润。这才是我想要的婚姻，这才是我想要的人生。没有卑微，没有等待，没有戏弄，只有真诚，只有珍惜，只有幸福。领证之后，我们举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，邀请了双方的亲友，没有铺张浪费，只有温馨浪漫。婚礼上，我牵着林婉的手，对着所有宾客说：以前我以为爱情是苦苦追寻，是卑微讨好，后来我才知道，真正的爱情是遇见对的人，是彼此珍惜，是双向奔赴。谢谢林婉，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给我温暖，给我幸福。往后余生，我会用一子去珍惜你，爱护你。林婉靠在我的怀里，轻声说：我也是。台下掌声雷动，父母泪流满面，兄弟激动的挥手，所有人都在为我们祝福。那一刻，我彻底和过去告别，彻底拥抱新的生活。婚后的日子平淡而幸福，我们一起努力工作，一起经营小家，一起孝敬父母，一起规划未来。林婉怀孕之后，我更是推掉了所有不必要的应酬，每天下班就回家陪她，给她做饭，给她讲故事，小心翼翼地照顾她和肚子里的孩子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拥有这样安稳幸福的生活。曾经以为没有赵月雅，我的人生会一片黑暗；曾经以为我会一辈子活在对她的执念里；曾经以为我再也不会相信爱情，再也不会结婚。可现在我才知道，放下错的人才能遇见对的人，告别过去的伤痛，才能拥抱未来的幸福。时间一晃，10年过去，我和林婉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了，聪明可爱，活泼懂事，是我们全家的开心果。我事业稳定，家庭幸福，父母身体健康，生活圆满。这10年里，我再也没有回过老家，不是不想回，而是没有必要。父母会过来住一段时间，兄弟偶尔会来看我，我们聊生活，聊工作，聊孩子，再也不会提起赵月雅。她就像我人生中的一粒尘埃，被风吹走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再也激不起任何涟漪。直到第15年，我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回老家一趟。出差的任务很简单，对接一个项目2天就能结束。我本不想多待，办完事情就走，可父母再三打电话，让我回家住一晚，看看老家的变化，看看亲朋好友。我答应了。坐高铁回到老家，这座城市变化很大，高楼林立，街道宽敞，很多地方都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。父母早早就在家门口等我，看到我激动地拉着我的手，嘘寒问暖。在家吃了一顿晚饭，父母聊起这些年老家的人和事，小心翼翼地提起了赵月雅。我没有打断，只是安静地听着。父母说赵月雅这些年一直一个人过，没有结婚，没有孩子，没有朋友。她买下了我以前住的那间出租屋，一直空着，偶尔会过去打扫，一待就是一整天。我听完只是淡淡说了一句：都过去了，各自安好就行。父母看着我叹了口气，没有再多说。他们知道我早就放下了，早就不在乎了。第2天，我办完工作上的事情，准备离开老家。兄弟开车送我去高铁站，路过我以前住的那个小区，路过那间出租屋，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阳台的窗户开着，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站在阳台上，呆呆地看着楼下。是赵月雅。10几年不见，她变了很多。曾经光鲜亮丽、骄傲自负的她，如今面色憔悴，头发花白，眼神空洞，身材消瘦，完全没有了当年的模样。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衣服，站在阳台上，像一个孤独的老人，没有生气，没有活力，只剩下无尽的落寞和后悔。她也看到了我，四目相对的那一刻，她的身体猛地一颤，眼睛瞬间瞪大，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。她张了张嘴，似乎想喊我的名字，想对我说什么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我没有停车，没有停留，没有任何表情，只是淡淡的收回目光，看向前方。车子缓缓驶过，他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最终消失在后视镜里。兄弟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，轻声说：子恒，你……我打断他：开车吧，别耽误了高铁。兄弟点点头，不再说话。车厢里一片安静，我看着窗外，心里没有恨，没有怨，没有同情，没有怜悯，只有一片平静。这是我10几年来第一次见到赵月雅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他的人生是他自己选的，他的痛苦是他自己造成的，他的后悔得的。我没有义务去原谅他，没有义务去同情他，没有义务去拯救他，更没有义务回到过去重新接受他。我有自己的家庭，有自己的幸福，有自己的人生。他早已是我生命中的过客，一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。到了高铁站，我和兄弟告别，检票上车。高铁缓缓驶离站台，老家的城市再次消失在视野里。我拿出手机，打开相册，看着林婉和孩子的照片，嘴角露出温柔的笑容。手机响了，是林婉打来的。老公，事情办完了吗？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和孩子等你吃饭。办完了，马上就坐高铁回去，晚上就能到家。好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我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菜。好，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挂了电话，我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，心里满是幸福和安稳。高铁上，我闭着眼睛，却并没有睡着。窗外的风景飞速掠过，田野、村庄、城市，一幕幕像电影胶片一样闪过。
我想起很多年前，我也是坐着这趟列车，从老家离开去了现在生活的城市。那时候的我狼狈、痛苦、不甘心，像一只受伤的野兽逃离让自己窒息的地方。如今再次坐这趟车，心境却完全不同。手机又震了一下，是林婉发来的消息，附了一张孩子的照片。老公，小宝今天画了一幅画，说要送给爸爸。照片里一张歪歪扭扭的儿童画上，画着3个人，手牵着手，旁边写着歪歪扭扭的几个字：我们一家人。小宝才6岁，字写的歪歪扭扭，但每一个笔画都透着认真。我看着照片，忍不住笑了。旁边座位上的乘客看了我一眼，大概觉得这个中年男人对着手机傻笑，有点奇怪。我不在意，这种幸福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。列车员推着小车过来卖零食和饮料，我要了一瓶水，拧开盖子喝了一口，水是凉的，从喉咙一直凉到胃里，很舒服。我想起赵月雅站在阳台上的样子，说实话，看到她的那一刻，我心里确实有那么一瞬间的恍惚，不是因为还有感情，而是因为陌生，那种陌生感比恨更让人感慨。我曾经为了这个女人，差点毁掉自己的人生。我曾经以为没有她我会活不下去，可事实是没有她，我活得更好。列车广播报站，下一站就是我要到的城市。我收拾好东西，整理了一下衣服，站在车门旁等着。车门打开，我走出车站，一眼就看到了林婉。她穿着一件浅色的风衣，头发披散着，站在出站口的人群里朝我挥手。老公，这边。我快步走过去，她自然地挽住我的胳膊，笑着说：小宝在家等着呢，一直念叨爸爸什么时候回来。我出来的时候，他还拉着我不让我走，我说妈妈去接爸爸，他才放手。我笑着问：那他有没有听话？今天特别听话，还主动帮我收拾了碗筷，说要给爸爸一个惊喜。我揽住他的肩膀，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。辛苦了。辛苦什么呀？接你又不是累活。我们上了车，林婉开车，我坐在副驾驶。车子驶过熟悉的街道，城市的灯火在夜色中闪烁，一切都是我熟悉的样子，一切都是我安心的样子。今天妈妈打电话来了，说下周想过来住几天，想小宝了。好啊，我到时候去接。还有，公司那边说你这次出差的任务完成得很好，领导很满意。没什么问题，小事。林婉转头看了我一眼，欲言又止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他笑了笑，转回去看路。就是感觉你这次回来好像有点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说不上来，好像更放松了，平静了。我没说话，只是笑了笑。也许是因为有些东西终于彻底放下了。回到家，小宝听到开门的声音，立刻从沙发上跳下来，光着脚丫子跑过来，一把抱住我的腿。爸爸，爸爸回来了。我弯腰把他抱起来，他搂着我的脖子，小脸贴在我脸上，软乎乎的。想爸爸没有？想了，特别想。爸爸，你看我画的画。他挣扎着从我身上下来，拉着我的手跑到茶几旁边，拿起那幅画举到我面前。这是我，这是妈妈，这是爸爸，我们在公园里玩。我蹲下来认真地看着那幅画，笑着说：画得真好，爸爸很喜欢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等爸爸找个框裱起来，挂在墙上。小宝高兴地跳起来，转身跑去找林婉。妈妈，爸爸说要挂在墙上。好了好了，先让爸爸洗手吃饭，等会儿再说。我洗了手，坐到餐桌前。林婉做了一桌子菜，全是我爱吃的，红烧排骨、清炒时蔬酸菜鱼，一碗热腾腾的汤。做这么多，你难得回来一趟，当然要做好吃的。趁热，我炖了一下午。小宝也爬上椅子，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排骨放到我碗里。爸爸吃。我看着碗里的排骨，心里涌起一阵暖意。这就是家，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，不是撕心裂肺的纠缠，而是这样平淡的、温暖的、踏实的日子。一顿饭3个人，有说有笑。吃完饭，我主动收拾碗筷，林婉拦着不让，说让我歇着。我没听，把碗筷端到厨房，打开水龙头洗。林婉站在旁边看着我，忽然说：老公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想跟我说？我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，随即继续洗碗。为什么这么问？感觉你从回来就不太一样，虽然没什么异常，但我就是感觉你心里有事。我没说话，把碗洗完擦了擦手，转过身看着他。林婉的眼神很平静，没有追问，没有不安，只是安静的等着。我走过去把她揽进怀里。老婆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林婉有些意外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背。谢谢你在我身边，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，谢谢你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。我和林婉坐在阳台上喝着茶，聊了很久。秋天的夜风微凉，远处城市的灯火明灭灭，一切都很安静。林婉裹着一条毯子，靠在我肩膀上，轻声说：你想跟我说说吗？关于他。我端着茶杯，沉默了一会儿。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看到他了，变了很多，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怎么变了？老了，瘦了，头发白了，站在阳台上像个没有灵魂的人。林婉没有说话。我父母说他这些年一直一个人过，没有结婚，没有孩子，买了以前我住的那间出租屋，偶尔会去打扫。他在等你。也许吧，但跟我没有关系了。林婉抬起头看着我。你真的这么想？我低头看着他，认真的说：林婉，我跟你说实话，看到他那一刻，我心里确实有一瞬间的复杂，不是因为我还爱他，而是因为我想起了以前的自己，那个卑微的、可怜的，为了一个人要死要活的自己。我为那个自己感到不值，
但也为那个自己感到庆幸。如果不是经历过那些，我不会知道什么是真正值得珍惜的人。林婉的眼睛微微泛红，但她没有哭，只是把脸埋进我的胸口。子恒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就觉得你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。是吗？那时候你话不多，总是很安静，但你看人的眼神很认真，不是那种敷衍的认真，是真的把别人放在心上。我当时就想，这个男人一定受过很深的伤。我轻轻抚着他的头发。后来跟你在一起，我发现你真的很好，好到我有时候会觉得不真实。你会记得我爱吃什么，会在我生病的时候照顾我，会在我工作不顺心的时候听我唠叨，会在我生气的时候耐心哄我。子恒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做的这些事情不是每个男人都能做到的。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。不是应该，是因为你懂得珍惜。受过伤的人，要么变得冷漠，要么变得更懂得珍惜。你是后者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把他抱得更紧了一些。我不怕你心里还有他，我怕的是你不快乐。只要你是快乐的，我就满足了。我很快乐，有你，有小宝，有我们的家，我真的很满足。林婉笑了，从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那下周妈妈过来，我们带她去新开的那家餐厅吃饭吧，听说不错。好。还有，小宝学校下周有家长会，你能去吗？能，我调一下时间。我们就这样聊着家常，聊着未来，聊着那些平淡的琐碎的却让人心安的事情。夜风吹过，阳台上的风铃发出清脆的声响。我抬头看着夜空，星星不多，但有一颗很亮。我想，那就是我的方向。周末，林婉的妈妈来了。岳母是一个很和善的女人，60多岁，头发花白，但精神很好，说话轻声细语，总是笑呵呵的。她一来就拉着小宝的手，左看右看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哎呦，我的乖外孙又长高了，外婆都快认不出来了。”小宝也很黏外婆，拉着她去看自己画的画，去展示自己心得的玩具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林婉在厨房做饭，我陪着岳母在客厅聊天。子恒，你这次回老家还顺利吧？挺顺利的，事情办完了，还回家住了1晚。你爸妈身体还好吧？挺好，谢谢妈关心。岳母点点头，欲言又止。我看出她有话想说，便主动问：“妈，有什么事吗？”岳母犹豫了一下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子恒，有些话我本来不想说，但想了想，还是觉得应该跟你说。”您说。婉婉这丫头从小就不爱跟我说心里话，什么事情都自己扛。但她是我女儿，我了解她。你回老家那天晚上，她给我打了个电话，问我一些事情。我问她怎么了，她说没什么，就是有点想我。但我听得出来，她心里有事。我没说话。子恒婉婉是个好孩子，她不会跟你闹，不会跟你吵，她只会一个人忍着。但你是她丈夫，你应该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。我沉默了几秒，然后说：“妈，我知道，这次回老家，我遇到了一些过去的人和事。林婉可能感觉到，但她没有问我，没有怀疑我，只是问我还好不好。”岳母看着我，眼神有些复杂。那你是怎么回答的？我说我很好，从来没有这么好过。岳母盯着我看了几秒，然后点了点头。子恒，我相信你。从你第一次来我家，我就看得出来，你是一个靠谱的男人。婉婉嫁给你，我不后悔。但我想跟你说的是，一个女人嘴上不说，不代表心里不想。她不说，是因为她信任你，你不能辜负这份信任。妈，您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岳母拍了拍我的手，没再说什么。晚上林婉哄小宝睡着后，回到卧室，我正在看书，她钻进被窝，靠在我身边，忽然说：“老公，我妈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？”说了几句。说什么了？说你是个好女人，让我好好珍惜你。林婉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她就知道说这些。她说的对，我是应该好好珍惜你。林婉没有说话，但她的手紧紧回握着我。黑暗中，我听到她轻轻说了一句：“老公，我也是。”又过了几个月，日子平静地流淌着。小宝上小学1年级了，每天背着书包去学校，回来叽叽喳喳地讲学校里发生的事情。哪个同学今天被老师表扬了？哪个同学今天带了什么好吃的？哪个同学今天和他成了好朋友？林婉的工作也顺利升了职，加了薪。虽然忙了一些，但她很喜欢现在的状态。我的事业也在稳步发展，公司在扩大，团队在壮大，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走。那天晚上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是老家的兄弟打来的。我们偶尔会联系，聊聊近况，但一般不会聊太久。子恒，最近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怎么了？那个赵月雅她住院了。我沉默了几秒。什么病？听说是身体不太好，具体什么病我也不清楚，就是听人说的。
他一个人住，也没个人照顾。前2天晕倒在家里，邻居发现送去的医院。哦，子恒，我就是跟你说一声，没有别的意思，你千万别多想。我没多想，谢谢你告诉我。挂了电话，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天花板发了一会儿呆。林婉从厨房出来，看到我的样子问：怎么了？谁的电话？老家的兄弟说赵月雅住院了。林婉擦手的动作顿了一下，然后走过来坐在我旁边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跟我有关系吗？林婉看着我，似乎在判断我说的是真话还是气话。看了几秒，她大概是确认了，便点了点头。那就别想了。我没想，就是觉得人生挺无常的。林婉靠在我肩膀上，轻声说：老公，你要是想去看看，我不拦你。我转头看着她，有些意外。你不介意？说完全不介意是假的，但我更不想让你以后后悔。不管你们以前发生过什么，他毕竟是你曾经在意过的人，去看看，也许会让你更彻底的放下。我握住他的手，沉默了很久。不去了没有意义，见了面说什么叙旧、道歉、原谅都不需要了。他的人生是他自己的，我的人生是我的，我不想让过去的事情再打扰我们现在的生活。林婉看了我一眼，多说。那天晚上我又想起了赵月雅，想起她年轻时候的样子，想起她笑起来的样子，想起她离开我时的决绝，想起她站在阳台上那孤独的背影。记忆像泛黄的照片，虽然还在，但颜色已经褪了很多。我曾经以为这些记忆会永远刺痛我，但现在它们只是记忆而已。1个月后，我又收到了老家的消息，赵月雅出院了，身体恢复了一些，但大不如前。子恒，我跟你说这些，不是想让你做什么，就是觉得挺唏嘘的。当年那么风光的人，最后落得这个下场。我没说话。你说他这是何苦呢？当年要是跟了你，现在不也过得挺好？别说了，过去的事没什么好说的。兄弟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：也是，你现在过得好就行。挂了电话，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，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。秋天的阳光很好，透过玻璃照进来，暖洋洋的。我没有同情赵月雅，不是因为冷血，而是因为同情没有意义。她的人生是她自己选的，当年她离开我的时候，不是没有选择，她可以选择珍惜，可以选择留下，可以选择好好过日子，但她没有，她选择了虚荣，选择了攀附，选择了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。结果呢？那些她曾经以为重要的东西，最终什么都没有给她留下。而我呢？我选择了放下，选择了离开，选择了重新开始。我遇到了林婉，有了小宝，有了一个温暖的家。这不是命运的安排，这是选择的结果。下班回到家，林婉正在辅导小宝写作业。爸爸回来了。小宝看到我，立刻放下笔跑过来。作业写完了吗？我蹲下来问他。还差一点点。妈妈说我写的字不好看，让我重写。那妈妈说的对，字要写工整才行。快去写，写完了爸爸陪你玩。小宝点点头，跑回去继续写。林婉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笑了笑。今天回来的挺早。事情不多。我换了衣服走到小宝旁边，看他写作业。他握着铅笔一笔一划地写着，小脸皱成一团，很认真的样子。我看着他的侧脸，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。这就是我的孩子，我的血脉，我的延续，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。如果没有当初的放下，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一切。那年冬天，老家传来消息，赵月雅去世了。兄弟打电话来的时候，声音很低沉。子恒，跟你说个事，赵月雅走了。上周的事，今天才有人发现。我握着手机沉默了很久。怎么走的？听说是身体一直不好，拖着没治，后来撑不住了。具体什么原因也不太清楚。他那个人你也知道，身边没人，出了事都没人知道。后事办了吗？办了，他一个远房亲戚过来处理的，简单办了，没几个人去。子恒，你要不要回来一趟？不了，回去也没有意义。兄弟没有勉强说了几句保重的话就挂了电话。我坐在书房里久久没有动，窗外下着雪，雪花一片一片的落下来，把整个世界都染成了白色。我想起第一次见到赵月雅的样子，那是在大学的新生欢迎会上，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，站在人群中笑得很灿烂，她的眼睛很亮，像是装了星星。那时候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男生，不起突出，默默无闻。她对我笑了笑，我的心就乱了。后来的事情像一场梦，甜蜜的、痛苦的、疯狂的、绝望的。我曾经以为她是我的全世界，没有她我就活不下去。可最终，她只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过客，一个让我成长、让我成熟、让我懂得什么是真正重要的过客。我没有恨她，没有怨她，甚至没有遗憾，因为如果不是她，我不会成为今天的我。我不会知道什么是应该珍惜的，什么是应该放下的。我不会知道真正的幸福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，而是平平淡淡的日子。门被推开了，林婉端着一杯热茶走进来。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，想什么呢？我接过茶杯，握在手心里，感受着那份温暖。没什么，就是老家的一个消息。林婉没有问是什么消息，只是在我对面坐下来，安静地看着我。林婉，谢谢你。又谢我？你今天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想说谢谢你。
林婉看着我，眼神温柔。子恒，你知不知道，我有时候也会想，如果当初你没有放下过去，我们就不会在一起。所以呢？所以我要谢谢你的过去，谢谢那些让你受伤的人和事，让你变成了现在的你。也谢谢你愿意放下，愿意重新开始。我伸出手，握住他的手。窗外的雪越下越大，但书房里很温暖，不是因为暖气，而是因为身边有对的人。赵月雅去世的消息，在我心里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，不是冷漠，而是真的过去了。我甚至觉得这对他来说，也许是一种解脱。一个人活在后悔和孤独里，比死更难受。我没有去参加他的葬礼，没有送花，没有打电话，什么都没有做。我只是在一个普通的夜晚，翻出了很久以前的旧物，一个箱子里放着一些大学时候的东西，毕业照、旧课本，一些零碎的小物件。在最底下，我翻到了一张照片，那是大学时我和赵月雅的合影。照片已经泛黄，边角有些卷曲。照片里的两个人年轻，青涩，笑得没心没肺。我看着照片里的自己看了很久，然后我把照片撕碎了，扔进了垃圾桶。不是恨，不是怨，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再留着了。过去的东西就应该留在过去。林婉从卧室出来，看到垃圾桶里的碎片，没有问什么，只是走过来，从背后抱住了我。都处理完了？处理完了。那以后呢？以后就是我们的生活了。林婉笑了笑得很开心。那明天早上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你做什么我都吃。那煎饼果子好，再加个鸡蛋，加2个。林婉笑着打了我一下，贪心。我也笑了。窗外的夜色很深，但屋里的灯光很亮。这就是我的生活，平淡的、琐碎的、温暖的、踏实的，没有轰轰烈烈，没有惊天动地，但有爱，有家，有未来。我曾经以为没有赵月雅，我的人生会一片黑暗，可现在我终于明白，放下错的人才能遇见对的人，告别过去才能拥抱未来。而最好的报复不是恨，不是怨，不是让对方后悔，是过得比对方好，是活得比对方幸福，是让对方成为你人生中最无关紧要的一个注脚。小宝从房间里跑出来，揉着眼睛说：爸爸妈妈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睡不着。林婉蹲下来把他抱起来。爸爸和妈妈在聊天呢，走，妈妈陪你睡觉。我要爸爸也来。好好好，爸爸也来。我走过去，一家3口一起回了卧室。小宝躺在中间，一手拉着我，一手拉着林婉，很快就睡着了。我看着天花板，听着身边均匀的呼吸声，心里无比安宁。这一生遇见谁，错过谁，放下谁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最后留在你身边的是谁，而我已经很幸运了。